嫌狗子太吵，便买了个电子线圈。他到新公司入职就被提升为公司副总裁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公司第2天就黄了。不管他怎么挽留，老板还是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。打开房门，妻子就迎了上来。工人正在院子里挖掘，是妻子在提前消费。好在家里的烤箱不够大，不然他能塞进去1整头牛。她老公现在是500强的副总裁，花这点钱她一点都不心疼。Before we get into that, I have some wonderful news. Mama, quick hurry up! Yay! 自己没了工作，老婆竟然还辞了职。迪克血压飙升，可是也无能为力，毕竟怂恿妻子辞职的人正是他自己。当妻子知道公司破产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不过幸好公司破产，他们还有退休金可以领。闹钟响起，迪克麻木的起身，一下子没了工作，可是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。妻子行色匆忙，甚至连亲吻都懒得应付。失去工作的第1天，他无所事事，只能在无聊之中打发自己。见狗子挣脱了项圈，他便拿了过来，然后放在脖子上，准备尝试一下。公司再次上了新闻，财务总监被捕入狱，老板侵吞了他们的养老金，这家伙是出来背锅的。1连半年，迪克都没找到工作，好不容易收到了面试邀请，却无意间发现了竞争对手，奔跑争抢。入门之后，他还以为已经赢得了胜利，可是在楼梯口，他又遇到了前同事 Dick, Oz. 竞争者一窝蜂地冲了上来，迪克也不甘示弱，穿过了本土陷阱，他这才来到了楼上，躲过小人的攻击，他用灭火器反击。正当他以为自己拿到了第1时，应聘者却排到了大门外面。Harper? Yeah? Dick Harper! Yeah, you don't have to stand in this line. Come on with me. 本以为是特殊照顾，可迎来的却是集体嘲笑。他在电视上呆呆的样子，成了这群商界精英的笑点。还没回家，草皮就被人收走，因为透支消费，这草皮也是按揭买的。桌面上满是账单，妻子也满目愁容。没了草皮，儿子只能玩起了泥巴。可是如果迪克再找不到工作，儿子连泥巴都玩不起了。毕竟他们以后还要靠吃土过日子。迪克本来很乐观，可是家里的全部资产都买了公司股票，甚至现在住的房子，他们还欠着银行50万美元。Hun? Look at Hun? Yeah. You need a paper bag? You said everything was gonna be okay. Mr. Dick,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electricity. 迪克开始自降身价，甚至到超市应聘，可一个超市竟然还有尿检。It's taking a little while. Just relax. I've been married for 20 years. I know what it looks like. You want me to get you a cola? 夫妻2人都找了工作，可是却并不理想。迪克遭遇大妈偷袭，妻子也踹翻了1名顾客，几乎是同一时刻，他们2人被双双解雇。家里没了钱，他们解雇了保姆，甚至连迪克的豪车也换成了经典的代步款。一家人3天吃不上1顿饭，可是1顿饭却能顶3天。趁着邻居浇灌草坪，一家人便打好泡沫。只是那熟练的动作，看得人好生心疼。卖了豪车，他们就开始贩卖孩子的未来。那孩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电视消失在自己的眼前。他们把能卖的都卖了，可还是填补不上贷款。情急之下，迪克甚至想去当一个职业舞男。好在保姆的表哥有个路子，可以让迪克混口饭吃。但是等待工作的人太多，竞争也十分激烈。Hey, I was here first. Ooh. 他不光摔掉了下巴，甚至还丢掉了钱包。移民局突然赶到，所有人都落荒而逃。迪克满脸轻松，因为自己是个正经的美国人。Where's my wallet? Papers. Where's my wallet go? Papers. 因为丢失了证件，他被抓上了车。当他给妻子打电话时，妻子的脸已经被化妆品搞花。开着限量级的小车，妻子来到了边界，2声不像鸟叫的鸟叫，让他们确定了身份。迪克翻越了国境线，然后帮助工友。在巡逻警察的横冲直撞中，他冲上了自己的车。Holy hell! 小车里面塞满了人，颤颤巍巍地朝着自由驶去。再次工作，2人却出师不利。侵蚀而来的挫败感，让老迪想在车里孤独地待一会儿。Don't think for too long. Gotta get up early. Soup kitchen stopped serving at 8. 看着熟睡的妻子，老迪满眼刺激。再来到楼下，喷水器却突然启动。看着别人家的草坪，老迪灵机一动，然后拿着刀子冲了出去。他开始割草坪、偷盆栽，各种植物他都信手拈来。
甚至连墓地都不肯放过。Oh my God, I'm heartily sorry for having offended thee. It's okay. I'm putting it back. I'm putting it back. It's okay. 带着满满的收获，他返回了家中。等妻子一早醒来，就看到了自己最爱的草皮。It's beautiful. I love you. I love you. Oh. This is good. 一封红色的邮件，相当于催命的符咒。银行最后通牒，不还钱他们就要收回房子。戴上眼镜，他拿出了儿子的水枪。Followed the rules, and we got screwed. We're good people, honest people. We got screwed. Damn it. 迪克不准备老老实实做人了，他要做些疯狂的事。妻子满眼兴奋，她要见证丈夫的成长。她鬼鬼祟祟走进了一家超市，在店员发现她后，他还友好的打了个招呼。妻子就在外面，他就先给自己弄了杯冰沙，如此冰凉的口感顿时就冲上了脑袋。他看着店员，然后缓缓前进。那家伙满脸不屑，迪克却紧张的不行，口袋里的手枪却怎么也掏不出来。收银员换班，来了个大家伙，迪克满脸尴尬，只能停住了动作。That'll be 129, please. 129. 迪克没有付钱，就这样跑了出来。虽说占了点小便宜，可妻子还是发出了嘲笑。超市不行，他就抢劫 ATM。可那人转身后才发现，竟然是迪克的前同事。出师不利这种事，他们好像已经习惯。又是一家超市，可这次更加丢人。他不光没有抢到东西，还成了老太太的佣人。好在不算没有收获，老太太给了1元纸钞。最后一站是一家雨伞专卖店，妻子劝他算了，可迪克还是一意孤行。进门之后，他直接亮出了水枪。妻子见状，便冲进来劝阻。We don't need to do this. I gotta call about the mortgage. If we don't pay it tomorrow, the sheriff's coming to put us out on the street. 他们瞬间化身专业劫匪，直接对收款机进行了洗劫。抢劫之后，他们一路狂飙，从未有过的刺激感竟然让他们有些享受，甚至他们还找回了许久未定的激情。再次出手，二人专业了不少。老迪负责控制现场，顺便还要了2杯咖啡。见柜台里的蛋糕可人，他们甚至还挑选起来。那坏人的台词，迪克更是练习了许久。Okay, nobody try to follow us, because we're desperate criminals, all right? We're crazy people, and I'll kill you all! Oh, yeah, right. Thanks a lot. 为了混淆视听，他们开始变装，各种各样的装扮，他们全都穿在了身上，甚至打击的目标也变得包罗万象。妻子会主动出击，在行动中担任主导。各种抢劫方式，他们都会尝试。自己最爱的电影也要 cos 一把。没过多久，电回来了，水回来了，甚至儿子的电视也被他们赎了回来。抢劫的过程还总是充满了欢乐。迪克恢复了小康的家境，甚至比以前还要好。他们在家里开 party， 与精英邻居聊得十分开心。夫妻2人抢银行，老婆进门就栽倒在地，他要保安解开妻子的扣子，自己却拽出了保安的 ID 卡。拎上小包，他滑卡开门，妻子瞬间痊愈，直接坐了进来。金库门口还有1人，可是却架不住迪克的充分准备。3言2语，他就唬住了金门，让戴着手套堂而皇之的走进了金库。妻子上车等待，迪克则准备装钱。可是偏偏这时，一伙真正的劫匪闯了进来。按下警报的瞬间，警察就赶了过来。好在迪克身形敏捷，这才从金库里挤了出来。相比于迪克夫妻，这对劫匪蠢得爆炸。还没等抢劫成功，那男的就举手投降。警察一窝蜂地冲了进来，直接掀开了劫匪的面具。迪克仔细一看，这2口子正是自己的前同事。依靠着伪装，迪克成功抽身，同时抢劫的事情上了新闻，这不禁让他们紧张起来。再这么抢下去，他们的下场也会这样。不光是抢劫的同事，还有很多人都上了新闻。他们都是前公司的同事，跟他们一样，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反而侵吞了他们养老金的老板，此刻就过得十分潇洒。Did I get him?
you did. Great. 而接下来要被起诉的，竟然就是迪克自己。看来他当初被升为副总裁，就是来背锅的。面对如此丧心病狂的不公，迪克决定予以反击。他抓到了公司的财务总监，正想报仇雪恨，可财务总监也是顶缸的，他也被老板甩了。Yeah, Frank. Sometimes the cure is a clean conscience. 财务总监如梦初醒，他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他知道老板在银行有4亿美元的不记名债券，也知道程序的漏洞。他会带着债券来到特定的银行，以此来换取一张存款单。这张单子上面有他的银行账号，但只有银行和他自己知道。在盖章之后，老板签字，钱就会汇到指定账户。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制造一点小事件，然后趁机调换存款单。只要这样，4亿美金就进了他们的腰包。但是这种事只能由迪克的老婆完成。老板认识他们，会不自觉地产生防备心理。2天之后，他们开始行动。可是开始之前，迪克竟然弄丢了表格，而那个表格则被除草机打了个粉碎。争执之中，老板已经到了银行，他们时间不多，但是还有时间。妻子趁机上前去拖延老板的时间，虽说满是尬聊，可他还是完成了不错。Don't you remember what to do with a green monkey on my ass? 迪克趁机调走了业务员，又打印了一张存单。为了给他争取时间，财务总监直接叫上了业务员的纸，带着补好的存单，夫妻2人碰头。可就在迪克下楼的时候，老板却发现了他。妻子制造事故，直接将业务员绊倒，然后拿着他掉落的表格就开始拖延时间。迪克这里盖完了章，可转身却碰到了老板，他灵机一动，便开始带着表格后退。夫妻2人配合默契，直接完成了交换。就在他们准备庆祝的时候，老板也准备签名，可老板眉头一皱，就发现了不对。即便他们躲了起来，可还是被老板发现。老板取消了今天的兑现，然后就转身离去。在电梯口，他直接戳破了谎言，甚至出言侮辱，要送他们去坐牢。迪克被逼急了，直接掏出了水枪，可老板料到他不会开枪，便抽出了一张支票，100美金的支票，轻松的就打发了2人。妻子还来不及悲伤，迪克却满脸微笑，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老板的签名。老板刚刚出门，就遭遇了记者围堵，他们说他捐了4亿现金，为公司的员工养老。Gallagher, former CEO of GlobalDine. I'm your VP of Communications, Jay. 面对着电视台和记者，老板不好发作，就只能默默地吃下了这一哑巴亏。夫妻2人挨个给同事送支票，他们都惊喜不已，甚至老板也享受起了被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每天一部好电影，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。